升级了苹果 AI 的 iPhone 16用起来有什么不一样呢？随手画了一张草图，再圈一下，就变成了一张还蛮专业的图片。这个就是苹果的魔法棒功能。Apple Intelligence 都具有哪些功能呢？首先 ，Siri 不仅外观进化了，由老版的球形变成了跑马灯的系统 UI， 现在还能理解复杂的语义了，可以向它连续提问，甚至可以打断对话。Set alarm，no，How's the weather in Tokyo？ 这时Siri 会直接给出天气结果终于不再是人工智障了。而且现在 Siri 还接入了 ChatGPT， 如果提问的内容Siri 实在搞不懂，就会调用 GPT。Teach me how to make a cappuccino。我问他怎么做一个 cappuccino，Siri 不会，就提示调用 GPT， 然后给了一套做法。有懂行的朋友看他这套做法详细吗？现在还有个纯文字版的 Siri， 双击底部的导航条就可以换出了。这个模式下，它的回复也是纯文字的，没有声音。下面这个功能是我最喜欢的新功能——文字总结。不知道大家身边有没有喜欢发连珠炮的朋友？就比如我这朋友嘛，他喜欢一段一段发消息。有的 AI 它会提炼这个信息要点，汇总成一条内容显示在通话中心。如果是群聊也不怕 ，AI 可以实时总结群里的消息。比如我这个群2条信息的时候做了一个总结，4条、5条的时候又各总结了一次。总结内容的摘要它是会持续更新的。因为苹果的 AI 它是系统层面的，所以邮件信息各种聊天 App 都是适用的。整体来说呢，还是挺实用的。苹果的 emoji 一直很受欢迎，现在遇上 AI 就变成了智慧表情，我们可以创作属于自己的 emoji 表情了，多离谱都可以。比如这里我说汉堡正在跑，根据我的描述就生成了这一组 emoji。这个表情不光我们自己可以看到，还可以发给朋友，哪怕他没有升级 AI 也可以查看。开头演示过的图像魔法棒功能玩法也很有趣。它可以通过文字描述或者草图生成一张图片，比如这里我随便画2笔，圈一下 AI 就生成了一张插图，看起来还挺专业的反正比我这个草图肯定是强不少。如果我是用文字来描述一个场景，它也会理解文字的内容，生成相应的图片。还有一个实用新功能就是写作工具，比如我写了一段内容发给老板之前，可以选择专业模式，让它来润色一下，让表达更正式一些。OK， 大家看一下这个优化前后的对比而发给朋友的时候呢，想轻松一点、幽默一点，可以选择风趣模式，选这个，它的用词就会更亲密自然一点。又或者你喜欢太啰嗦了，也可以通过精简模式来提炼关键信息。如果实在懒得动笔了，也可以直接让 ChatGPT 帮我写篇文章，只需告诉他我想要说什么就可以。比如凡人的工作日报、周报，它会给出一个模板，预留出位置你只需要填写一些相关内容就可以了。如果觉得写的不太好，还可以给出自己的意见，让他帮忙修改。这真的是挺方便的。不光能写它还能总结屏幕上看到的所有的文字内容 ，Word、PDF 都可以。用 Safari 浏览器看篇文章，它能帮我总结要点，只需选中写作工具，点摘要就可以看到了。和别人通话录音，它也可以提取关键的对话内容，非常实用。升级 AI 之后还新增了一个图乐园的 APP， 玩法呢很简单。使用关键词生成图片，既可以用它预设的关键词，也可以自己添加，让图片的元素越来越丰富。不仅可以文字生成图片，更可以自己上传照片来创作。这图的 AI 感还挺重的，发给朋友玩一玩还行。稍微专业点用途，这图我觉得我是肯定不会用的。各位评评理，你觉得这图像我吗？16上一直被吐槽的相机键，在 AI 下也有了新的用处。长按相机控制键呼出视觉智能。点左边询问可以识别画面的内容，会有一个文字的描述。点右边查找可以通过网络查询出同款产品的相关介绍。再说说 AI 消除的功能虽然各家厂商呢都有这个功能，但 iPhone 比较独特的一点是照片本地化处理。大家看，我现在打开飞行模式 ，AI 也能通过本地模型修改图片。这也就是苹果 AI 跟其他 AI 的不同。大部分的 AI 功能都无需联网，本地处理，更加注重隐私安全保护。目前苹果 AI 还没有在国行上线，中文版大概要明年4月份才能支持，到时候再给大家测评一下中文版的苹果 AI 体验如何。